岛先辈，前两天不是去拔了个 flag 嘛，做了植发手术，所以这个发型会看起来有一点点奇怪，大家就不要盯着看了啊。算了，我还是打个码吧。不过确实是不容易啊，值得庆祝一下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吃一家平时不舍得吃的餐厅，这家店叫黑木，是一家日料店啊，怀石料理。餐位呢有3种：吧台、餐桌和包间。其实我比较倾向于选择吧台的位置啊，可以边吃边看师傅的料理过程。但是我怕外面太吵了，所以还是选了个包间。主厨是油水正信先生，油水先生的这个发际线跟我植发之前差不多啊，同款贝吉塔发际线啊。他们家人均在3000块钱左右啊，根据季节不同，使用的食材不同啊，这个价格也会有浮动。如果要加酒水的话，还要再加几百块钱啊，差不多4000。在整个上海，除了那家人均5、6千的米其林3星以外，基本上也没有几家比这个贵的了。他们家呢不能点菜，所以对选择困难症还是比较友好的。反正就10道菜，人家做什么就吃什么啊，用的肯定是当季最好的食材。第一道是甲鱼汤，里面的甲鱼裙边切得非常碎，而且加了炒过的大米，所以口感和香气会更加丰富。酸味鲍鱼配土佐醋冻，这个名字有点拗口，其实就是一道开胃小凉菜。鲍鱼紧致弹牙，再配上爆干酱和土佐醋，酸酸甜甜的，哇，确实是非常开胃啊！他们家要是加酒水的话，要多付，好像是6、700块钱啊。我也不喝酒了，所以我们自带就好了。这多舒服呀！芝麻豆腐配海胆鱼子酱，这鱼子酱和海胆居然是胡麻豆腐的配菜。芝麻豆腐呢，其实更像是芝麻味的布丁，短短的。但是个人感觉它们3个搭配起来并没有大鱼3的效果，反而觉得单吃这个鱼子酱更加好吃。鱼子酱真好吃。猴黑鱼汤碗，我之前做的龙鳞就是用的这种鱼，学名叫赤鲈，是一种肉质细嫩、油脂丰富、鱼味也很突出的高级食材。这个汤色其实是因为加了白味增，口感是非常浓厚的。好喝。4人拼盘端上来是一个特别大的盘子，再配上干冰营造氛围。虽然花里胡哨，但是这个体验感还是不错的。这里面呢有4种刺身：河豚、金枪鱼、伊势龙虾，还有石斑鱼。这石斑鱼就是刚才在吧台切的那一条。这肉质非常软，还是有一点嚼头，鲜甜度还不错。哇，还是包着紫苏叶，生滑。日料店里用的河豚一般都是虎河豚啊，也就是红鳍东方豚，是一种海水养殖的河豚鱼。这河豚刺身我之前也吃过啊，确实也没有觉得多好吃，但是它的口感确实跟一般的刺身不太一样，偏韧偏弹，不过它回味的鲜度还是非常高的。伊势龙虾是日本独有的一种龙虾品种，表面经过炙烤，再搭配蛋黄酱。这个虾肉感觉会更加的细腻，比澳龙来说啊，还是非常好吃的。金枪鱼是一块大腹，一块吃身。这个没什么好讲究的，蘸着酱油吃就行了。好的金枪鱼真的是一抿就化，就跟那种婴儿辅食一样。接下来油水先生过来现场制作了一份金枪鱼寿司。这一块肉应该不是普通的大腹了，而是被称作极上大腹的蛇腹，是大腹中最肥最嫩的部位。他捏好之后直接递到我手上，叫我吃掉。炸过的河豚鱼肉，吃起来非常鲜嫩紧实，已经不像是鱼肉了，更像是一块鸡肉，非常非常嫩的那种。炸的河豚还是非常好吃的，肉质 Q 弹，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。它不是像一般的鱼松松散散，或者会偏硬还是怎么样，
接下来的8寸其实就是冷式拼盘，它最开始是用8寸的盒子来装的，后来经过演变发展，它的餐具变得非常多元化，但是这个名字还是没有变。最近是日本的新年，所以里面就有很多非常好的寓意，像这个柿鱼是日本新年必吃的鱼，刚成年的柿鱼又被称作出世鱼，所以它的寓意就是出人头地。但是我觉得里面最好吃的是金桔配鲑鱼子，这个搭配很奇妙啊，绝对不是1+1等于2，甚至隐约之间还产生一股奶香味儿。哇！这个搭配很奇妙啊，不仅仅是好吃，它让我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独特体验。这个搭配要小本本记下来。这黑豆，寓意是，我给忘了，算了，跟我们没关系，日本人的习俗。它是用这个松针给穿起来的，所以吃的时候会有非常明显的松香味儿。啊，歇一会儿。请进。今天一个主物好，是那个福清，福清的话就是那个白色的，白色是那个福清和蛋白做的。咱说了半天，这个好像是日本的一种萝卜，哎，不是，哦，就是萝卜泥。然后最下面是蒸过的鳗鱼，应该还烤过，它有一点焦色。鳗鱼真好吃。和牛寿喜烧也是有水先生过来现场制作，搭配黑松露和温泉蛋。哦，应该把鸡蛋先搅碎再倒上去的。说实话，他们这个菜虽然很精致，但是其实量还是不小的，我已经有7、8分饱了。哇！这个温泉蛋必须要夸一下，火候太到位了，少1分不能凝固，多1分则有失口感，就像是吸洞一样，一吸全部到嘴巴里了。后面的主食是2坛腐饭，应该是用高汤煮的米，上面铺的是松叶蟹腿和鸡肉。这2大坛子抱上来确实有点吓到我了，所以说他们家对于这个餐具的使用确实非常考究，这个体验应该跟在日本吃怀石料理差不多。最后当然是甜点时间，这个哈密瓜是金刚的品种，产自崇明岛，但是说实话比真正的金刚蜜瓜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包括它甜品用的餐具都非常讲究啊，这个哇，我想把它顺走，真的很漂亮。哎呦，酸死我了！很酸很酸的柚子的味道。哎呀，太酸，有点受不了。柚子我还是喜欢吃甜一点的。哇，酸的掉眼泪。那总体来说，我觉得这家店不管是环境、食材用料、它的服务，包括是用具搭配、烹饪的手法，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正宗的怀石料理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，过于正宗往往就意味着它并不是特别符合我们国人的口味，所以有一些菜吃的确实不是非常适应，但是也不乏亮眼的点，确实挑不出什么毛病来。除了这个。真的是太酸了，受不了！今天的消费是3312，确实还是有一点贵的啊。大家觉得这一顿值不值啊？好了，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